顾玉洛背后有一道刀伤，应该是1个月内的。好生调查清楚，是何缘由。是。主上，您怀疑是他？夫君，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怕梁一人毛手毛脚的。你身上还有伤，我不放心。我来吧。有劳了。应该的，夫人。原本我还担心二姐会查出你们尺寸的差异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你们的尺寸相似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。这种小事都记得这么清楚，看来夫人与你的夫君当真是情投意合。夫君说笑了。前几日不是还说过要教你怎么下棋？既然现在无事，不如我们切磋几局可好？嗯。果然不是普通的小厮。主上，承让了。是夫人棋艺高超，在下自愧不如。棋局，便是观其落子，可观其心。夫君的心思不在棋局之上，自有意藏拙相让。不知夫君有何忧虑？余洛可否分担一二？确有一事。愿闻其详。昨日大哥所说的玄机阁是为何？那夫人身上的伤，又是从何而来？不知夫君是以何身份相问？你既唤我一声夫君，你受伤，我又怎么可能置之不理？顾家常年走商，难免波折。这点小伤算不得什么。那大哥所谓是为何而来？我又如何得知？二姐呢？二姐近日因何而来？是否是信得过之人？
若我说一切皆是为了三弟，弟媳可愿相信？主人，阁主有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无论目的是否相同，既然同路，夫君还是莫要问得太过清楚。阁主，新任务。今日没有新任务，我也未在玄机阁见你，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吗？玄机阁暗谈第一守则：不问来处，不问缘由，将消息完整的带回。这才是玄机阁需要的，最锋利的刀。去吧。主人所料不差，这次任务，阁主曾交给折竹完成。听说折竹本是接下任务的，却因手上的伤无法出任务。这件事你怎么想？这次的任务与那位驸马爷有关，虽然只是寻他的把柄，但这事关上公主，稍有不慎，则牵扯甚广。折竹也许是知道这其中的厉害，所以有意避之。恐怕不止。依折竹的性子，即便知道危险，他也不会拒绝任务的。能让他放弃任务，甚至甘愿受伤，恐怕只有天风阁那位大少主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让折竹放弃任务？任务中明确提及，驸马爷在暗中寻人画一幅梅花图。可即便寻遍各大名家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画出令他满意的梅花图。反倒是那些画不出的画师，皆被他剜去了双目。阁中会借此契机，将接取任务的人送到驸马爷身边。只是玄机阁内画工甲等的人，只有我和折竹。他们是想……不，主人，这个任务您不能接。怕什么？那么多的画师，怎么就没有一个能画出令他满意的梅花图？你即刻启程，替我去一趟驸马的祖籍青阳。来玄机阁这么久，这又怎会是能选择接不接任务的地方？自从进入玄机阁起，我们有什么事情是能真正从心的？你我，只是被牵丝的人偶和没有情感的刀罢了。明白了，主人。至少
我留在您身边，是我自己要的。李姑娘，我家主子已经在2楼候着了，定金你应该已经收到了。无论姑娘是否化成，都无需退还。只是，关于我家主子的身份，还望姑娘莫要多问。主上，今夜茶楼2层被人包下。 我猜那应该就是他想去见的人，就去查了一下，将2层包下的人正是驸马爷。这位驸马爷在朝中并未站队，右相与将军的人都曾有意拉拢。只是，主上也曾让我去暗查过，这位驸马爷和上公主的手上都不太干净。哦，门口那个侍女也是上公主的人。奇怪的是，这位驸马爷一直暗中寻访画师为他画眉，请来的诸多名家都没人能画出他想要的梅花图。 最后都被他弯曲双眼。上公主的性子向来谨慎，也不知为何这般由着她胡闹。主子，这位就是兰陵的画师李姑娘。坐下吧。这里没有梅花。我听闻技艺高超的画师，可根据描述绘图，想必这对李姑娘来说，并不困难吧？倒是听过描述绘制人像，这般描述绘制花图，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难怪那些画师。愿闻其详。我时常会做一个梦，梦中宅院被白雪覆盖的时候。 朵朵梅花飘落，有红色绢带就附在梅花间。公子不要紧吧？无妨，我这头七已有多年，好在还有这香可以暂缓。只是我有时亦分不清，何时是真，何时又在梦中。 药香常燃，终究伤身。公子不介意我开窗吧？无妨。可以开始画了。 玄清，不知你能否及时赶回？
画的如何了？一笔未画。他当然画不出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画师李姑娘，而是来行刺的杀手。你是来杀我的？小女子不过寻常画师，不知你们为何要诬陷我做杀人的勾当？原来不是，没意思。既然不是来杀我的，那就杀了吧。主上，等一下，我能画出公子想要的梅花图。哦，你可知有多少画师说他能画得出，最后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？你猜他们最后都如何了？我能画得出。好。你别忘了，我们主子要的是梅花图，而你这却只有空枝，哪里有梅花？可寻遍各大名家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画出令他满意的梅花图。我时常会做一个梦，梦中宅院被白雪覆盖的时候，朵朵梅花飘落，有红色绢带就附在梅花间。你是来杀我的？怎么，你要放弃了？以为你有些本事，如今却用血糟蹋这画，看来也是哗众取宠罢了。不知这幅可是公子梦中的雪中梅花图？清风拂流萤斜阳，故乡深深岁月藏。青石板上影沧桑，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，往昔故